皇帝陛下的心里闪过一抹警意，虽然从昨夜至今他一直警惕着一切，他从来不以自己的宗师境界而有任何骄纵，他不是四顾剑，他没有给范闲一系留下任何机会。虽然直至此时，直至先前在太极殿上，他都没有发现自己最警惧的那个变数发生，可是眼下这抹警意仍然让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看着面前那片滴落着红晕的雪地。皇帝陛下的目光触及，雪地似乎开始了极为迅疾的融化，这当然不是陛下的目光灼热，而确确实实是从先前范闲指尖吐露剑气的那一刻起，下方的雪地就已经开始融化了。只是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庆帝一指击伤范闲，双手震锁两大年轻强者，雪地才真正的融化松动。雪地之下是一个白衣人，这位天下第一刺客，永远行走在黑暗中的王者，剑下不知收割了多少头颅的监察院6处主办，东夷城剑炉第一位弟子，轮椅旁边的那抹影子，此生行动之时只穿过2次白衣。一次是在悬空庙里，他自太阳里跃出，浑身若笼罩在金光之中，似一名谪仙；一次便是今日，他自雪地里出生，浑身一片洁白，似是一名圣人。影子2次白衣出手，所面对的是同一个人，天底下最强大的那个人，所以影子今天的出手也是他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阴险的一次出手。与范闲和王十三郎不一样，他的剑竟似乎也是白的，上面没有任何光泽，看上去竟是那样的朴实无华，那样的暗淡。而他的出剑也是那样的朴实，并不是特别快，但是非常稳定，所选择的角度异常诡异，剑身倾斜的角度，剑面的转折，都按照一种计算中的方位，没有一丝颤抖地伸了出去。这一剑太过奇妙，刺的不是庆帝的面门、眼窝、咽喉、小腹任何一处致命的地方，也不是脚尖、膝盖、腰侧这些不寻常的选择，而是刺向了皇帝陛下左侧的大腿根。扑哧一声，即便是强大若皇帝陛下，在这一刻竟然也没有躲过影子的这一剑。微白的剑尖轻轻地刺入了陛下的大腿根部，飙出一道血花。影子是刺客，他的生命就在于杀人，在他的眼里没有杀不死的人。就像很多人都以为大腿受伤并不能造成致命的伤害，但影子知道大腿的根部有个血关，一旦挑破，鲜血会喷出5丈高，没有人能活下来。只是这一剑虽然浅浅地刺进了皇帝陛下的大腿根部，却还不足以杀死这位强人，因为那处血关还没有被挑破。浮在雪地中的影子就像一位专注的杀牛屠夫一般，速度平稳而小心翼翼地向上一挑。皇帝陛下的脸色较诸这漫天的雪更要白上几分。当一身白衣的影子出剑的那一瞬间，其实他已经在向后退了。他带着缚住自己双手的海棠与王十三郎在雪地上滑行着，向后退着。然而白衣的影子依然刺中了这一剑。皇帝感到了一抹痛楚，眼瞳微微地缩了起来，然后他的人变成了风雪里的一条龙，卷起了身周所有的雪花，所有的人，所有的剑意，所有的抵挡，包裹着场间的所有人，在太极殿前的雪场中飘了起来。风雪快速地飞舞着，沿着那几个模糊的人影飞舞着，以顺时针的方向横飞于半空之中，渐渐连成无数道线条，看上去就像是民宅闺阁里织成球的毛线，或者是江南春蚕吐出来的茧丝，化作了一个圆球，将里面的那些正陷于危机时刻的身影全部遮了起来。这个白色的雪絮圆球并不是静止的，而是用一种奇快的速度向着雪地后方的太极殿退去。也不知道那里那几位强者是用怎样的心念，保证了那些快速旋转的雪丝没有被劲风刮拂成一片散雪。先前王十三郎与海棠从太极殿里飘掠而出时，打开了2扇门。此时的太极殿就像是一个阴影构成的巨兽，张着自己的嘴，准备一口将那个浑圆而巨大的雪球吞进腹中，内里一片幽暗。
只是殿门并没有完全打开，这张嘴太小，所以当那个雪球飘到太极殿正门时，体积竟是比殿门还要更大一些。雪球快速地撞到了殿门处，却异常奇妙地没有发出一声响动。那些雕着繁复纹饰的木门瞬息间被雪球圆融之势里夹着的杀意战意摧毁，一道道深刻入目的伤痕瞬间产生，摧枯拉朽一般散离而去。万年的时光或许会这样悄无声息地毁灭一切，然而这一个蒙蒙血丝构成的事物竟然也产生了这样强大的效果。本应是柔弱无比的雪花，在高速的旋转中变得像是无数把锋利的钢刀一样，割裂了空间里存在的一切。如斯恐怖的效果，自然是因为那方空间里的那位大宗师在此刻已经发挥出了他的巅峰境界。雪球一路破空而去，飞过长长的御道，撞在了玉台之下，声音再次发生。轰的一声，雪球爆开，雪花如利剑一般痴痴地向着四面八方射出，打击的整座太极殿都开始怯弱地颤抖起来。大梁没有断裂的迹象，然而美轮美奂的殿内装设却全部被击成了一地的废砾。数个人影激射而出，王十三郎与海棠颓然飞坠于残砾之中，鲜血狂奔。而王十三郎的那只手臂更是早已零惨地变成了搅在一起的血肉之丝，经脉尽断。刺出最后一剑的影子，一身白衣匍匐在玉台之前，头颅下方尽是鲜血，一丝不动，竟是不知生死。他手中握着的那把剑有气无力地耷拉在一旁，剑尖残留一段血渍。然而这把素剑终究是没有能够挑破皇帝陛下大腿根处的血关。在这样的情形下，影子刺出的必杀一剑明明已经刺入了皇帝陛下的血肉，可是由殿外杀至殿内，天地震荡，四处风乱雾动，那剑尖竟是颤也无法颤一丝，动也无法动一寸，直到最后被震出陛下体外，徒劳无功。在这段时光内，皇帝陛下凭借着浩瀚若江海的真气修为，以王道之意示出霸道之势，将整个空间里的数人都压制在圆融境界之中。在这片领域里，陛下的心意便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谁也无法抵抗。明黄色的身影在这片凌乱的玉台上显得那样的刺眼。陛下依旧直挺挺地站立着，看也没有看一眼身后变成一堆烂木的龙椅，面色苍白，露出袖外的双手微微颤抖。虽然受伤，可是依然那样的不可一世，不可战胜。